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在树莱坞别墅内，干杯！蔷薇的故事第5季的拍摄过程中，本应出场表演的真网红，却并未出现。真网红。于是，新导演便前往书房寻找，却发现真网红竟躺在椅子上，口唇和手指发干，初步判定为窒息而亡。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当时在别墅内的6位演职人员当中，他们分别是张飙车、大演员、欧主演、魏助理、荣服装、新导演。哦，百步倒是足够放倒一个人的。真喝了那个是谁将客厅中的酒替换成百步倒？他死于溺水。啊？可是我们这个楼里没有水。导致真网红溺水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是真抢我戏。杀害真网红的真凶究竟是谁？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经过分析与讨论，各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哎呀，皮总，再给一次机会，我今天一定解决这件事情，一定要把这个凶手给找着。侦探，你们怎么都在呢？侦探皮总出事了，快来！哎呦，皮总这回真皮实了。哇，不对呀，咋了？我早上跟他通过电话呢。现在是2051年的2月6日上午10点20分，刚刚在树莱坞园区又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蔷薇的故事》第5季的监制皮总，他是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的，尸体的口唇、手指发干，初步判断为窒息身亡，同样需要我们再一次展开调查，一样的。凶手依然锁定在你们中间。是。我们去那位置上坐一坐，来说说你们的时间线吧，好不好？好的。来。那现在呢是早上拍了杀青戏，然后发现皮总死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现在大家跟我说说看，你们最后一次见到皮总是什么时候？我20点我去他帐篷找他聊了会儿，聊了10分钟。就8点到8点10分是吗？对，我也跟他聊天来的，我8点半到8点40，我跟他聊10分钟。我也聊了啊，我是8点15到8点25。我也聊了，挨个见哈。你该不会是8点45到8点50吧？哎呀，巧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8:45到8:50。聊5分钟的啊。那没聊的就危险了。对啊，我没聊，但是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在8点的时候，我收到了新私发的明天的剧本，对，然后让我跟魏去敲门，然后发现欧割腕自杀。但是8点55的时候，他给我单独打电话说，明天要我去做欧的替身。就是本来是我俩一起敲门，现在变成我自己敲门了。怎么是你？也就是在皮的心里，明天早上欧就不会出现了。他明确了这件事情。对，因为我8点钟的时候收到新给我发来的剧本，这个戏的内容竟然是真死后，欧蔷薇为爱自杀，他把真的这个死写在剧情里了。说明天那场戏是欧蔷薇为爱自杀，放屁吧！谁要为爱自杀啊？我一个大女主的欧蔷薇怎么可能？我就跟他说我不演这场戏，然后他说你爱演不演，你不演我就封杀你，你银雕奖也别想拿了。然后我说不拿就不拿，奖这个东西我不能凭我自己的实力拿吗？你爱封杀封杀呗，看谁有本事。后来我就回去了，我今天早上就没来，他爸演了。你们这么说我很危险。其实昨天晚上大家做了什么，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今天早上9点半我给他打了电话，我确认他还活着。那想问你们，今天早上9点半之后你们在干嘛？啥也没干，我就一直在帐篷待着。我在帐篷打电话给谁？我经纪人。啊，对，我们看到了。那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忙着呢。你在通电话对不对？你呢？我在化妆啊，9点半我开始化妆，化了15分钟。9点45化完妆之后你去干嘛了？9点45之后我就等了，然后碰见他了，然后我去化，我9点45到10点。你9点半到9点45在干嘛？那我就在我帐篷里，因为在9点45之前都是他化呀，我去了也没有用啊。我是9点50我来的现场。9点50之前呢？在我的房间里啊。没出来。没出来。大呢？今天早上一直就生气呢。就是说我痛苦到我都没收到剧本，就是人生的阴影啊，没完没了的。我现在特别凉快，在自个儿那个帐篷里头也没人通知我，我在等着呢。然后直到我听见了他们说这个夏青要拍照片了，才出来，完全没出帐篷。对，一直在屋里生气的。现在我们还是得去搜证，因为想要把真杀掉的，我们刚才通过第1轮已经基本上还原了大家杀机，只有他的还没出来。但是谁要把皮杀掉呢？搜证吧。对，我们依然是集体搜证，好吗？好的，好，加油！走吧，那就去皮那儿吧。先去皮那儿吧。Come on， 来吧。业内劳模，最受资方认可的。口唇、手指发干，这是什么？手环。这是他自己的，在他兜里。还有一个电话，快打开。首先我们看他的芒果圈啊，总有人问我，每天都工作到这么晚，苦不苦？我笑了，当然苦，但自己苦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不能辜负那些相信我的人。他还正能量呢。哎，后面有大概999个姐点赞。夏姐说，麻菊传的也很辛苦，下部戏还找你监制。刘姐说，密室麻菊确实不错，啥时候再安排？朱姐问道，今天有麻菊吗？一起聊一下下个项目呗。那这个就是暗号是吧？对。
安排各种人去陪姐姐们打麻将。哦，这个你来说，啥呀？就是他的通话记录，荣没有撒谎。跟荣有一个电话，跟荣是2月5号的晚上，跟何演员有一个电话。何演员？何演员？你是何演员？不是侦探你。不是侦探吗？啊 ？No， 原来他也你是他派来的。我是演员，但我是侦探。我是在树莱坞演侦探的专业户。我在延吉语音室的一个竖屏剧叫《大侦探》当中饰演福尔摩斯一角。啊！昨天皮总给我打电话说给你一笔酬劳，你去给我演个侦探。然后我来了之后我就很上头。天下没有散不开的迷雾，凶手就在你们6个当中。他就老催我，你赶紧结束。我说我还没有找到真相。然后今天9点半我就跟你打电话，我就说，我今天肯定等他们杀青完，我把它集合起来，我肯定能弄清楚。他说，你还没明白吗？找你了是来演侦探的，真相根本不重要。我要的是把这个项目尽快的完成，你差不多得了。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清楚，但是千万不要影响明天的拍摄。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真相啊！皮总是全世界最不想知道真相的人。搜一搜吧。什么？怎么了？这是一个蔷薇的故事的一个感觉上是宣传海报，对吧？然后这边是拒绝信，勿忘当年耻。兔皮总，对不起，您投稿的魔王重生虐恋保洁阿姨在粉丝中惜败。投资方可能就投了蔷薇的故事，他就是要整这个剧。他恨这个剧是吧？他就是想毁掉这个剧。新给我发来的剧本，明天那场戏是欧蔷薇为爱自杀。我看看这里是什么？它这个箱子里面有没有东西吗？大家没看呢。要密码吗？要。外星人电解质，那小子有点东西啊，用它一定能打动外星人电解质水品牌，要发财了。就用每当我累了就帮我充充电，保持状态一直在线的外星人电解质水，锁住这宝贝玩意儿，喝一口外星人就能想起密码，那我就喝一口。想起来了吗？哇，电量充满。我好像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怎么呢？下面有数字，这里有1，这是4。密码共几位啊？6位。哦，这个就是第4位密码。哦，我知道这个是0。你看，他用这个撕的，这个是到1，10。第3个是1，哦，还真是101有可能。第4个又是1，第5个是0，第6个是1，还是101。开了！哇，好厉害！果然喝一口就知道。哎，
张飙车，你的故事，你有点东西。这是我的东西。屯星101，演员最热血的一群人，拍摄时间不远的将来，预期客户满店老旧外星人电解质水，融合形式将外星人电解质作为101小队超能力的召唤口号，增加喝外星人电解质水后电量加满异能升级设置，并作为基站累了后为小队补充电量的充电站等等。哦，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占领 M 星了，是我们的剧本。别弄坏我的造型，我认输，这是我的变现。进入海中，诱骗异能者救他。对，这是我的剧本啊，这是我自己画好的分镜啊。你给他了？我之前开车的时候，我不是跟他说我有这个梦想吗？我就给他看了一眼，然后他不是鼓励我，然后就把我带到牌局上了嘛。然后我就发现从那天开始，就是这个蔷薇的故事就开始。各种就是抄你的，把我的这个东西就用进去了，就是他那个角色说这个有大明星啊，什么有异能啊，包括什么外星人啊，全是你的，全用你的梗。他抄袭的，抄了张的，他直接把2个故事融梗给搁在一块儿了。他这写了，就是没按这个剧本来，他就是到这儿有这个元素，他就说借鉴这个元素，对，啊，说那个外星人入境，然后这个造型新颖，借鉴起来，然后外星人被101小队打的信息素流失，刚好把魏写成哑巴。他说：“那我演的还是你笔下的人物啊？但是已经完全变了。他等于是就把2个故事都不太尊重的样子，到处篡改。那至于杀人吗？这有可能。”拍吧，咱这个就别上了。我可以重拍的，我这大 IP 我到哪儿都能找到钱。对，然后关键有人投钱呐。谁呀？得有人投钱呀。我找到了一本书，哇，叫《财富密码》，然后在里面有一张单子。上边是项目，前面有4个项目啊，比如说真假千金联手天下无敌，账面支出90万，实际支出只有10万，所以他净挣了80万。他黑钱了，对他黑钱。然后到咱们的这个故事，蔷薇的故事5，账面支出101万，实际支出只有11万，净赚了90万。然后他有一个备注说大转账200万。你是资方。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带资进组，对，投了200万。对呀，你在为什么？你给了你钱，是赚了200还是你给了皮总钱？你为谁呀？投这200万？我能插句话吗？就是你们每个人提问，不给他1秒回答的机会，一直问我问题，然后我们很好奇。让我们再问完。你投了200万，我是投了。你给的皮还是给的那个心啊？你到底是为了谁呀？你到底怎么想的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哎呀，你提了别的要求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提这个有没有提必须故事围绕你来写呀？到底怎么回事啊？快说呀！让我死吧！第3个人，快让我淹死我！怎么回事嘛？这么多问题，你难道选不出来一个回答吗？怎么就？哎呦喂！快说呀！我说着呢。说呀！哎呦喂！那我说了啊。好说。你快说呀！你说一个试试。一出气儿就给我怼回来，是不是？好嘞。那么我要开始了。200万是这样的，然后最开始是你对导演。你不是在你的 MG 那个社交网络上，然后写你说第4季已经是最后的绽放，最后的了。对。
没法弄了，我就说我没有机会再演戏了呀，我只能去超话了，我的前途就未卜了呀。然后后来这时候，我就跟那个皮总聊，咱们这有没有别的戏能让我接？皮总就说没有呗，反正就是那种意思，说我也不行，就那么回事儿。然后他就说，第5也不是不能拍，就是缺点钱。然后他们说你们2个都已经定了，就差这点钱就能够干这活儿。因为我是觉得咱们在一起，咱们3个铁三角，就是为这份友谊吧。我这个钱不钱不重要，能把这事儿给做了就行。然后我就琢磨，我1至4呢，我一共挣了200万。哎呦，哎呦，有点，天哪！哇，真有点心酸了。我当时就觉得，那这些年不管怎么着，我把这钱弄上，咱们仨又能一起做事业了，我就把钱给了。他该死啊！这话把他写没了。啊！对，昨天他不来了吗？晚上我就等剧本，应该8点多应该发，但是你没给我发。对。然后我就问你，然后你跟我说你去找皮总。皮总说，因为那个明天杀青期内容是欧为爱自杀，大车祸意外死亡，然后同时他还调侃我，你死都死了，就不用浪费镜头拍你了。而且说你这个死亡这段啊，你就直接上花字，然后就过去了。我就有点委屈，我就跟他说，我那个给您那200万，是吧？怎么着也算出了份力。我，然后他既然杀青了，我想参与一下。他说你那个钱是你自个儿愿意给我的呀，你并没有跟我说你那个钱要投到这个戏里啊，是投到这个戏里，但是就一定有你出现呀。你当时你自愿转给我的呀。哦，好无赖。他这么说你还不杀他？你杀他！我杀他呀！现在就杀他！我好想杀他呀！杀嘛，是不是？对，要杀一起杀，对不对？但是这个手法大家看见没有？跟上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可能我模仿不了这个手法。然后我就开始一直琢磨，越想越气，就成为了一个乐器。我就开始弹我自己，当。完了的。所以我一直在生气，我就琢磨到底怎么办，怎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怒火。然后我就生了一晚上气，就到第2天了。就是这样的事儿。本身蔷薇的故事已经有第6季到第10季的剧本创意了。哇，谁写的？是我写的。哦。而且这个故事是指今天成立了欧大事务所之后，招募了张、魏、荣3个人，你们全部进来了。哇，5人联手解决案件，建立了比钻石还要坚硬的友谊。天哪！成为了代表爱与正义的最强律师团。哇！哇，好棒！我想让你们成团。好期待，好热血啊！而且这个短剧副部长通过，影视中心副主任通过，影视中心主任也通过，到了副总、皮总驳回。啊，这该死的！弄他！你的蔷薇的故事已经被皮总驳回，你知道吗？不知道。如果这个被发现了，那应该就是你们5个人里面，就是后面的这些故事里面相关有机会的人都可能会有恨意。工作文件每日睡前整理。这儿有一个名片，是那个 YJ 影视的后期小孙，咱们是不是给他打电话就可能拿到那个卡了？哦，我们可以拿到那张卡。先你确认一下，你是完完全全在你的监视器里没有看到任何异样的，对不对？啊，我确认没有。
喂，你好，请问是小孙吗？哦，是的，你好。哎，你好，我何演员啊，我们一个公司的。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蔷薇的故事》今天拍摄的这个硬盘是不是送到您那儿后期了？哎，是的，是的。在您这儿是不是？我想请问一下，视频里面有人从这个拱门经过上2楼了吗？哦，昨天的素材后期全部都看过了，没有看到有人上过2楼。没有人上过2楼。那你稍等啊，新导演跟你说啊。你好，我有拍到穿帮镜头吗？没有哎。那我能看一下原片吗？我自己确认一下。啊，不用看了。不用看，不给看。态度不好啊，干嘛呀？是你跟他说。开心啊？是怎么了？最近跟男朋友在闹别扭吗？不要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里，好吗？让我们看一看。那个卡呀坏掉了。哎，他说卡坏了。啊，对，今天拍完之后送来的卡坏掉了。今天的卡就是2楼的这个卡坏了，对吗？啊，对的。昨天的卡没有坏吗？昨天卡没坏，他帮我们看了，他的话100%是真实的，绝对没有穿帮，没有任何异样，对吗，小孙？啊，是的，是的。好的啊，打扰你了啊。那我说一下。哦，卡在这儿呢。其实就是我把那个卡换成了2张废卡，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结局，我不想让它拍进去。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卡是坏的。哦。哎呀，我就不喜欢这个结局，这是我的作品呀。我就9点50来了之后，把那个坏的卡放进去了，这俩应该是好的。好的。但是它没有东西。我懂了，我懂了。哇，就我用这种方式来阻止。我本来以为你不来了这事儿太倔了，真够倔的，就不行，就是不服。你就说不拍了就完了吗？我还演完。不是啊，我不拍他，我怕他把机器架让他自己弄呀。他自己要弄。哦，对。而且人都没有，他非得让你俩来演。对呀，他就是死活他要拍，那我就给他。对，开玩笑，导演这样招还没有了。这里面全部都搜完了吗？我不确定，我大概看了一下。哎，什么？这有个手环，还有一个，这是他自己啊。哦，有写上面。这血是哪儿来的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手环。你们的手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兜里呢。你们的手环拿出来。有啊。都有哎。都有啊。所以那个是真的。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真的呢？只有这几个人有啊，他有2个。工作手环，不对，真的在他兜里。这里有一个是假话道的一个，这里面是碎纸机，都被碎纸机碎掉了，碎掉了。假话道。我们去找找线索吧，再去。走吧，那就去化妆间。假话道有没有可能知道水的事情呢？这儿呢，道具间，来道具间来看看。
贾花道的电话有吗？有。哎，打一个电话吧，侦探。好。哎 ，Hello， 你好，你们好。哎，贾花道，你怎么来了？我过来收道具。收道具啊？对。哎，有个事儿麻烦你一下，我们现场不是没有水吗？咱们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就是变成水的呢？水啊，咱的道具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变成水的？我们组里有冰块什么的。没有。那个墨水啊？墨水啊？你看，它这儿有一个颜色鲜艳，永不褪色。如果它吸进去，它会不会变成颜色呢？它嘴里和鼻子里、鼻腔会有颜色吧？肢体的口唇和手指发干，就是因为血液里面缺氧造成的皮肤青紫。它就一定还是水，我觉得。它如果是墨水的话，它就会说是墨水了。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彩墨瓶是昨天要拍摄书房用的道具嘛。对。然后我中午12点把这些东西放进去以后，晚上6点半到7点钟我去回收道具的时候，发现这个彩墨瓶全部都是打开了。打开了。然后钢笔也都用过了，但是皮总跟我说，道具是必须拍完以后要回收退回去的。我就跟他写了一个纸质报告发给他。跟他讲这个情况。会不会是在钢笔里？钢笔在哪儿啊，妹妹？钢笔在这边，在这边，这都是我回收过来的。钢笔可能是挤了一点水，也是这种钢笔，是有颜色的呀。你听他说啊。我还想起来，就是这个墨水它还变淡了。变淡哪个？颜色变淡了。啊？兑水啦？这墨水里有好多水。但反正你看我这个感觉上也像是水。他一看就加了水，这个。那你看这个也是啊，这个也一看就是。对，加过水，这是很明显的变稀了。这也是水了。那不是就有更多的水了吗？那哪来的水呢？本身就是要水呀。那这个道具是全你负责吗？对的。谁还能经手这墨水？这些道具都是我买的，然后从我这里放到现场的。有没有可能有人拿一瓶墨水掉包了放在这儿，你没有发现呀？这个因为这个道具间我一直在忙进进出出的，然后别人来没来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有人，比如说他换了2瓶是变成了水，您带进去的时候是不会发现的，因为太琐碎了，有这么多瓶。蔷薇别墅为拍摄区域，严禁携带食物、液体等用品入内。它这里是可以带水进来的。哪里？就这个空间，因为这是在外面，只有那个别墅那个门是不能带水的。哦。那这怎么被稀释了？
如果我们后面再去检查，发现这里面有2瓶水的话，或者是空的，会很奇怪，因为你都要把它还回去。所以他如果需要遮掩这件事情的话，他需要给大家，比如说把多的水匀一匀，让它变成看上去好像没有被使用空了1瓶的样子。这儿能带水进来，所以它肯定是在这儿。比方说，我把这一半都换成了水，然后利用这个包装，我可以把这3瓶水混在这些道具里面，就端进去置景了嘛，对吧？然后等于是在里面杀人的时候，利用了这3瓶水，把那个呛死了。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情况呢？我有2个空瓶，然后有1瓶纯水，然后还有4瓶墨水，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就是从这里匀一点，同色匀一点，同色匀一点？不对，啊，那也不对。他说的是变淡了，而不是说墨水变少了。少一点点你会看不出来，对不对？这个我没有注意过。对，他不会注意。就他这个小瓶儿，就倒到多少瓶够溺死人呢？就是他用瓶子，然后倒到他的鼻孔里。但是他为什么要动每1瓶？因为这很麻烦哎，因为它每1瓶颜色都不一样，你还不能乱对，非常费劲。这少说得有个30瓶吧。那这个时间会需要蛮久。一小瓶一小瓶，跟猴年马月杀死一个人。那他为什么那么费劲呢？我稍等啊，刚刚那个皮总的尸检报告出来了。还是我的朋友那个郝法医，据检测，死者的窒息征象明显，口鼻腔内有微量毛屑，且口鼻周围深部组织有皮下出血，判断为织物捂住口鼻造成的机械性窒息。哇，那个他跟那个谁不是一样的？不是一个，他不是溺水，他是被闷死的。他的死亡时间是今天早上的9点到10点，准确应该是9点半到10点，因为9点半我跟他打了电话。对，织物啊，啥？你批的那个，我批的这个，直接捂死。织物啊。9点钟开始跟经纪人打了75分钟电话。欧主演这还有个电话呢。那他就没有。我一直在打电话。那没准你是一只手捂他的，一只手打电话。嘿，你看着，现在我在他屋里呢，我现在就准备捂他了。还有可能打着电话啊，把电话放兜里也行。你们用4个字形容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特别倔，认定是你，叫做发疯的驴吗？这太过分了！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再搜证一下？哎，这儿有1瓶被去掉标签的上头水是怎么回事呢？啊？那我不知道哎。这里不知道啊。这个是水吗？哎呦，是上头水。我找到了那个蓝色的液体，什么呢？一喷就睡。哦，这个就是一闻就睡。这也是你进的货？不是，这个是制片的，这是给我们工作人员用的。
为什么要让你们一闻就睡呢？他们说他们压力大，压力大。对，压力大，睡不着，然后可能就是有人，哎，这个用过，但是我4号晚上看的时候还没有用过。4号晚上没有用过，所以就5号用了。哎，那个小瓶呢？小瓶在那边垃圾桶里。好像是类似于这种颜色的。它这底下还有好多手环呢，为啥？这个也是制片负责的。刚才皮那里可是有2条啊。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给文蔚打一电话，问问昨天大家的进场情况？因为我们凭手环入场嘛，等于包括皮总和真的入场信息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问文蔚就可以知道。喂，你好，哎，你好，郝文蔚，打扰你啊，是这样，哎，老师，你说，哎，我们现在不是在这个蔷薇别墅里面吗？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昨天有谁进过别墅啊？我马上来现场了，我这会儿往这边巡逻呢。啊，那行，那您来当面我请教您吧，谢谢啊。好，哎，好嘞，拜拜。昨天是2点，都两个搅到一起了，2点半发生的事情，2点50我来的，哎，在那儿呢。Hello， 哎，你好，郝文蔚，哎，辛苦您，不好意思啊，打扰了啊。哎，老师，哎，老师，哎，你好。我们这是什么？是有新的通知啊？对，这不是出了大事情吗？那个园区为了保障安全，搞了新手环，机器可以扫描出来的。 5号下至各组制片处，制片已经拿到了。这是昨天晚上才到的，然后大概明天会给大家发放。明天？对，明天发放，那不用发了，明天我们都杀青了。对啊。你认得出新手环跟旧手环的区别是什么？长得不一样吗？ 没有大致的区别，一样。对，就是新手环里面有芯片，然后那个机器可以扫出来。那我们旧的没有吗？旧的是没有的。啊，那我们马上去扫一扫皮总拿的那个。哦，行，没问题。这就是我值班的地方。哦，我知道。您昨天就是情急之下去扶了那个熊，您记得吗？啊，是，主要是我看那个熊待着也不好看。 请注意，这个是皮总兜里的，这个是皮总沙发地上的。对，来，麻烦你啊。哦，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检测的。这是旧手环，旧手环。那这个呢？ 成功，这是新的。这是新手环，只有明天才会发放。你们哪来的？我也不知道呀。皮总不知道要换芯片，也就是说新手环不是他带进来的。麻烦我问一下，可以带水进来吗？就任何自然的水、液体、食物、易燃易爆物品都不能带进片场。你查得很细。 如果你藏得特别深的话，藏得特别的不显眼，我也不一定能找到，说不定就溜带进去了。那你要是不忙的话，你能帮我们都测一下我们的手环吗？行啊，没问题。好，好，没有，下一位，没有，没有，也是没有，也是没有。 没有，没有，都是旧的手环。那唯一的新手环就只有皮总的房间有。
5号下至各组制片处，制片已经拿到了。他这底下还有好多手环呢，为啥？哎，那制片老师他的手环应该都能扫吧？哎，老师，这个上面是个什么呀？这是怎么脏脏的？不知道呀，这也能测吗？这有点像是道具的彩墨啊。彩墨哦，那就是那个墨水瓶嘛。不是血，他蹭到了。沾上彩色墨水的原因是因为凶手去道具间对墨水做了些什么？我们找一下制片那儿的手环。哦，那些都是新版手环。我不明白那个手环它为什么要在地下呢？他想藏起来吗？你这个都很低级啊，这个手法就。这是新手环吧？我们又是来麻烦你了。哎，老师，麻烦您帮我们扫一下这些手环好吗？行，没问题。应该是，然后他少一个。你们6个人吗？少一个。本来应该发给我们6个的手环，但有1个人提前拿走了。对，有的新手环这是。这也是，这也是，是，都是新的手环，都是新的手环。好，谢谢，麻烦你啊。他拿一个新手环进去干嘛呢？而且他还说那个是道具那边制片那边的墨，彩墨。全是新手环，全是新的啊。对，但如果按你们的人头的话，应该是6个。谁来这儿拿了新的手环？他为什么需要新的手环？哎，那个郝门卫，不好意思问您个事儿，就是您的那个检测器是一直带在自己身上的吗？这是我今天才领的。今天才领的。哎，今天几点领到的？今天出了事情之后，巡逻的时候让我去领。就是新手环，在10点之前其实也没有任何用。换新手环这个事儿还没有人知道，因为明天才开始发放。好，谢谢。他说没有人知道换新手环这个事儿，所以就是说凶手其实他只差一个手环，他不是要新手环做什么。他偷了一个手环，是因为他在杀那个皮的时候不小心在他自己的手环上沾了，对吗？他觉得危险。那就应该是旧手环有墨呀，但现在是新手环有墨。对呀，所以那个新手环应该是皮的呀，还是谁的呢？那不可能，那新手环那6个就是发放给我们6个的，等于皮也不知道，也没有皮不需要那么频繁的进出片场。那他为什么要多偷一个手环来做这件事情呢？如果是旧的手环脏了，我懂，对吧？2个人都是旧的手环，我懂。但是他是提前去，就是在不是自己手环脏了再去偷一个补，而是我在自己手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就意识到我可能多需要一个手环，所以我先去偷了。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现在相当于自己的旧手环没有出现任何的瑕疵，他就想要提前偷一个手环。虽然他偷的时候不知道这是新手环，但他提前为什么要想到多拿一个手环备用呢？而且他还不带走，他就扔在那。他也不带走。对。新手环藏的不是那么深，他没有真正想销毁那个手环。让我们发现这个手环。哎，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昨天我们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杀皮的这个凶手已经差不多知道是谁杀的真了。集中讨论吧，朋友们，来吧，集中讨论了，是不是？走走走走。
刚刚我们经历的事情还挺神奇的。首先，我们道具妹妹跟我们讲，她发现墨水瓶有异样，而且呢，这个墨水瓶是每一瓶都被打开过了，且都变淡了。所以呢，我相信墨水瓶应该是带进去水的最好的工具。对。第一案，他要做的事情是，首先提前要去道具间，因为陈注意过，钢笔全部被用过，真他没有在现场画画，那个是道具钢笔，他应该是没有用过的。他用钢笔把这些水挤出来，对，把墨水是变成了水。第二个动作是，要么是给针喝了那个56度的百步倒，要么就给他喷了1喷就睡。然后他要在现场找一个容器，这个还不知道，大概是个小盆或者怎么样，应该很容易找，把5、6瓶倒到里面去就是在他喝醉的情况下，或者是晕的情况下误死他，完了之后再把这些水还原到墨水瓶里面。他可能能倒一点，比如说用这样快一点，什么倒一点。最后钢笔把这些墨水倒腾回去，因为它每一瓶颜色都不一样，你还不能乱兑。这个墨水它还变淡了，所以朋友们，这个是不是得需要蛮长的时间啊？对啊，太长时间了。但是这个时间一定是在1点55到2点半吗？不可能是之前吗？误死他不行。准备前面肯定是之前准备的。另外一点啊，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真正的凶器，就是把墨水瓶里水它盛起来，它得让它口鼻这样捂在那儿，且呛水，它才能体内有少量的积水嘛。我稍微再上去一下啊，我看一眼那个有没有可能是哪个凶器是那个哈，就是用什么盛的水。怎么了？这有什么新的发现？这啥呀？这什么呀？这是一个帽子吗？他洗笔的那个啊，装水的。就是比如到这里面啊，糊在脸上，对，让它呛水啊。刚刚好。这是在哪儿发现的？这是道具间的，就是这应该这就是他洗笔的那个嘛。反正就是真房间的嘛。对，他房间的。这个干嘛呢？所以可以溺死它，对，就不用那么多的水，就这么多一物，够了，足够。道具发现那个墨水被重新调换过之后是昨天下午6点。是这样的，贾花道他发现所有的墨水瓶都被动过之后，他给皮总写了一个纸质的报告交到了他那，但是皮总没在，是因为皮总跟我吃饭去了昨天晚上。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去找皮总，他会看到墨水瓶被人动过，他就能推测到真是怎么死的。死者肺部有少量积水，确认死因为溺亡。我就跟他写了一个纸质报告，汇报这个彩墨瓶全部都是打开了。那所以杀皮总这个人要满足他去过皮总的房间，对，然后他要去现场偷一个假的手环。新手环呢是昨天晚上到达的道具间，但是呢，这个新手环里面有芯片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至少我们不知道。然后他把它沾上假的彩墨，再去到皮总房间，用这个一喷就睡，喷掉它之后，然后把它捂死。同时还把这个假的手环证据扔到沙发底上，非常容易找到的地方。而且他还要得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你9点半到10点这段时间，他得有这个时间去作案。在这个时间可以相对来说比较排除的是魏，因为魏从9点半去化妆之后，他没有离开过那个房间。欧呢是从9点钟打电话打了75分钟，可以成为他的一个不在场证明。然后呢，荣是9点45之前，对我有15分钟，然后我9点50到现场那个开始布架机器，对，但之前我也有可能。
9点半还20分钟啊。他也对，张也没有任何动作，大没有。大也是有可能的。现在我们难的点，首先，到底杀真网红的人和杀皮总的人是不是一个人？整个事情变得很混乱，因为你要找一个人既对真有杀机，又对皮有杀机，是有一些难度的。侦探，我第一我提一下我的观点啊。手环，如果你是意外沾上墨水了，那沾墨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旧手环，一定是一个旧手环。对。后白这个计划里边出现了一个最大的 bug， 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要换新手环，因为如果那个偷的手环跟以前的手环一样的话，其实完美的混淆了这个局面。因为如果那是旧手环，没有这个区别的话，就一下我们就觉得说，哦，两案是同一个人干的，绝对是同一个人干的。对呀。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双凶，不是一个人干的。第二种可能性，有人知道了杀真网红的这个手法之后，用一个新的手环来嫁祸给杀真网红的人。嫁祸，不然的话，那个手环不会在现场。对，这个手环暴露了他，做了一个假的证据去栽赃他，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两个凶手的画像是第一案的人极恨真，第二案的人极恨皮，且第二案的人不在乎第一案人的死活。哇，这个好难啊！这总结的好到位，对，不是。栽赃论其实呢，第二案的凶手有点激情作案的意思，就是他的杀机可能出现的很晚，他是知道了那个计划临时起意会有另外一个受害者，没关系，我跟你们都不熟，我不在乎。如果说如果干第二案的时候知道我会踩一个人，他跟他的作品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他栽赃到谁的头上，他知道吗？或者说这个人就毁了，或者万一把我毁了，把大毁了，那就出于对你作品的保护，这也不成立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定说搞成一个人的话，会把这事儿弄得很乱，导致找不出真凶的话，才成立。所以他其实有一个掩护另外一个凶手的心态。刚才张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我比较认同，就是我们这儿的人还没有到就是说我不确定是谁，我就随便甩锅给谁的这个，因为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忌惮。因为还有是稍微比较在乎的人，对吧？就是如果你无差别甩锅，我会想，万一我甩到魏头上怎么办？哎呀，会不会是第一案的人在保护第二个案的人？比如说他发现了又有一个人把皮杀了，然后他很想保护他，然后他故意把第一案的这个东西留到了现场，让大家觉得是他自己干了2个案。啊，成立。哎，侦探，就有没有可能第二案的凶手在乎第一案的凶手的死活，所以他想把那一案嫁祸到自己身上呢？他做了这样一个假象，就是说杀皮总的人也是杀真的人，这样成立吗？但是问题是，他并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指向他自己。那如果他想帮第一案的那个人脱罪呢？如果是保护的这个路子来讲啊，因为通告的时间是发在群里的，比如说我知道魏他是第二天早上9点半。要化妆，但我觉得魏是第一案的凶手，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局，相当于是去嫁祸，还是嫁祸，但是其实我是想保护他，就因为他第二案不可能，然后第二案跟第一案又是同一个人，所以他就一定不是第一案的。对，第三种可能性出来了。但你有那么深情吗？对他？不，我这打个比方嘛。那谁对他？谁对我有这么深情呢？除了我的伯乐之外，他对他没有深情，没有那么深情，就为了点你的信息。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深情？我这打个比方，你不是缠他的腹肌罢了吗？你不会是临时产线了啊？临时起意吧？你不会是？反正他也那个也走了，他不如就要这个腹肌呢。这一个是一个是吧？对。
我现在就想问，第二案的人是什么时候知道第一案的人是谁的？我就为打掩护。但是第二案的人是必须知道第一案的人是谁的，对，不然你这个就是你万一选错了人，你整个就把自己给卖了。我觉得这个计划不是一起形成的。第一位凶手处心积虑只想杀掉真，那可是后面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有可能2个人一起合作商量了第二天的计划，是有可能。难度确实有点高，啥时候知道的？我把第一案的大家的时间点再写到这个黑板上，我们来排一下，看有谁是完全不可能的。好 ，OK。从2点开始嘛。对。欧来了。欧来是所有，他的前半生。14点到14点30。我的天哪！你看我这时间，妥妥的，干干净净，还有富裕呢。那你看我呢，都不用上下楼，对，隔壁，嗨。从时间上来说啊，得是这一块的人才有空间，因为我们别忘了，其实他下楼的那一块啊，是被目击了的，就是那大熊那儿，算是半个目击。看见郝萌又冲进来了，他其实是冲过来帮我去扶熊。啊，你还是觉得他倒下来是因为碰了一下？对啊，25到28之间，等于是他做完这件事儿的节点，得从这件事儿往前倒，他有一块完整的时间。对，所以就是说，喂的时间很长嘛。我有8分钟嘛，大其实没有时间，容有15分钟，但是容不满足，他自己又在里边，然后那边熊又还有熊出事儿，欧全部有，心全部有。哎，我能浅说一下吗？我没必要上下楼呀。对，对，心安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因为心完全不需要下楼嘛。如果我们锁定熊是一个线索的话，对，基本上排除这俩，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张他根本没有杀真的理由，动机。对，因为这件事情要处心积虑。他跟真唯一的一点就是他说他不配打牌，牌风不同，牌风不同。我们现在有可能是这几个人，一个魏，一个欧，一个辛。魏的理由，首先一个他的戏路被毒死了，因为他给他吃了这个饲料。然后呢，这个是他后面要跟张合作的前提。对，这个仇恨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他跟他之前还有一些口角。他把我的戏都删掉了。欧呢也有非常强烈的杀掉他的动机。首先，第一，他非常在乎自强的、很有事业心的这个女性的角色，可是他却要把这个戏带向一个他非常反对的另外一面，且是用的非常肮脏的手段。更可怕的是，他还知道了他一个绝对不能被别人知道的秘密，就是继父。对，他的继父。辛，我觉得这样。辛如果是要杀他的话，没有必要做这么复杂的一个设计，对，就是用熊和各方面的遮挡，所以呢，他的嫌疑又比欧和魏要小一点。那如果是欧跟魏，那我们就想第二案我们现在来分析各位的杀人动机。魏跟皮总的这个里面没有特别强，没有。荣。我也没有要杀他的，我没有要杀他的理由哎。那你杀真也没有，杀皮也没有啊？他杀真还是有点理由，但是他时间不够。我对皮没有，你俩没有交集，对吧？对，我就是个打工人，相当于是。张非常有可能杀掉皮。看那小说。哦，他的版权已经被抢注了。哎呀，张对，你的版权已经被皮总注册了，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个就是昨天我们谈完了之后他给我的，然后我拿回去哭了一晚上。愤怒了啊！他的版权不但被抢注了，且还把他故事融到了这个里面。大，哇，那就妥妥的。杀机可太重了，200万，而且对方根本不在乎他。对。大冤种。好，欧呢，我觉得他的杀机没有那么强。
心也有杀机，毁了他的整个剧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也就是已经被逼到绝路了啊，感觉上。我为什么到绝路了？不是我刚出来没几年，我在里边待16年，我再回去，我咋这么爱回去呢？我还要给你们成团出道呢，你们都是我下一步的角色。对呀，6到第10季他都已经跟人说好了。啊，我们可以坐下来聊。我想就替我自己辩解一下，因为我曾经把我的继父弄进去了，这是我的案底了。所以我这辈子不希望我自己有任何的东西再出现在我的身上。就好不容易争取到我今天所有的一切，我的地位、我的身份、我所有的成绩，我只要配合他，就答应我不会把这个料爆出去。而且唐薇的故事也已经完结了，我就当着这个故事就完结了，就算了。我以后可以在别的横屏剧上、更多的剧上去证明我的实力，或者去拿奖。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冒这个险去杀人，毁掉我自己的一切。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急迫。你跟心一样，都有把柄在他手里，他都可以要挟你们嘛。他也拿父亲的事情要挟我，我就接着演就是了嘛。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有之前我不知道他对我们这个表演会有改变，就是横幅啊、束缚啊，就跟他求婚那个。求婚啊，我是不知道的呀。所以我不会记得他们彩排的时候谁几点放什么东西，因为对于这个时间线我是模糊的。你的意思是你彩排就是没有太记住其他人的时间？对。因为他本来不需要记，他不但要记时间，他还得记住那个东西一直被遮挡。甄是什么时候威胁的他？是在彩排之后。对。但如果你有那个分镜时间的话，其实事后也可以看。因为心现在皮跟真都走了，其实对这个作品最有好处。哎，那不是啊！如果我杀他的话，我换那俩假卡干嘛呀？我换卡我就解决这个事情嘛，来日方长嘛，我没有必要今天非要杀了他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如果不把皮总干掉，你今天毁掉这张卡是没有用的，他还会让你再把这个结局重拍一遍。其实他并不一定需要我拍，谁拍都行。对呀，对呀，对呀。所以你得保你的作品呀。不是，本身第5季也不是我想拍的。很多人找我投资嘛，我没接受是因为我不想开这个 IP 的第5、第6、第7部，所以我拒绝了。第二点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可以再写茉莉的故事，小花的故事，只要你们几个能来跟我拍，是我的剧本，我的导演，我相信他就是有投资方有市场的，这个班底是成立的，不一定说我非要跟皮总在这个公司在这里死磕。那请问这6天你为什么会被他绑架呢？6天因为绑架是因为真呢。第1天他不是改词儿吗？然后晚上我就去找他了，然后他就把这事儿跟我说了。就是第1天的事儿。明白。他的意思是，因为他的把柄在真的手里，可是现在真死了，所以他就有勇气不拍这个结局。对。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心是来为欧打掩护的，还是回到打掩护的那个点。我觉得不要小看心对蔷薇这个角色的爱，这个戏的爱，对不对？和这个 IP 的爱，他其实不是保护欧主演，他保护的是蔷薇这个角色。算友人也好，故人也好，用生命换来的这个故事，他把它拍成了一个很励志的、非常鼓舞女性的这么一个作品。可是最后，因为坏人的从中作梗，又把这个要变成一个为爱殉情这样一个非常离谱的结局的时候，他是有可能会做一些极端行动。这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混淆感，这个手环就是为了让我们认为是同一个人。心没有第一案的这个作案的可能性，因为他在2楼。欧打75分钟电话，没有第2案的作案时间。如果是他们2个联手的话，我们永远找不到真凶。这个计划天衣无缝，这就很厉害。觉得这是一个绝美的双凶都脱罪的方案。你刚才说的那个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认心和欧的，但是我也很怀疑大。第一，他9点半以后的时间线他是没有办法证明的。那如果是他想保护欧呢，也是有情感。那当然，因为我们俩 CP 嘛，我管着超话的。你的点就是要不我保护他，要不他保护他，对吧？对，你们都很爱他嘛。
如果是保护的角度想的话，当然我们俩是比较成立的。但是我20年前会觉得说我做的天衣无缝，然后但是这个事情还是东窗事发了。那么现在对我来说，当我再一次走到这个结局的时候，那我这个 IP 同样会曝光在大家的面前，它还是有负面。但是第一轮我也可以给自个儿再来点火药味啊。第一轮有一个百步倒，哦，那是你弄的？那个是我换的啊？什么？你换了，你给谁弄？我就要给真呀，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说，他喝了点之后，他晕了之后，咱们不是一条过吗？啊，完全你上。他晕了我就上，拍的就是我就又回来了。就跟你当时原来他对你的招是一样的。对，就是其实我当时是这个路子。这不喝了吗？但是这火药味来自于我自个儿家，就是因为我给他倒了。倒到哪儿了？就是倒他嘴里了呀。就是说我跟他喝了点儿，他喝了。你啥时候跟他喝的？再前一天，不是那天晚上通知来了吗？我不就换了吗？偷着换了。第二天中午1点55到达拍摄现场嘛，就跟那个针，那个套近乎，趁大家不注意，就是我画好钩那个换好那个，给他倒到他杯子里了啊。然后他就跟我上楼了，对吗？喝完。对，最开始为什么一直我会心里有点打鼓，就是我觉得他的晕可能有可能是我造成的。然后后来是因为看成那个一喷这个，对，那个可能比我那更快一点。第一案本来只是想给他喝醉了，对啊。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第二案不是你啊？第二案，首先那个我如果杀了他，我这200万也回不来。可是你如果不杀的话，钱也回不来，角色也写死了。然后你还不解气？对啊，你很恨呐。我明白，我当然很恨。然后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如果我把他杀了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做啊？我第2天就不会躲在帐篷里，去等着听大家杀青去拍照片，我就会直接冲出去，然后开始拍了。因为我知道咱们是一条过吧，阻挡我的人已经死了，而且我还花这么多钱，我就不管不顾了，我就疯了一样的演一回。反正拍完了就会有我就是按照这个大闹一场悄然而去这个路子，就是要这么雄壮。大闹一场悄然而去。因为他这个时候冲到镜头里边，以他这么多年对角色理解，没准就把这戏掰回去了。对呀，然后因为我还想，如果我这么演，我冒个险，没准咱们这东西还能救回来，起码我跟你是个好结果。如果是你和欧商量好的杀的那个皮的话，你又冲进去，太明显是你干的了。对。但是你刚才这个后面我很喜欢，我愿采信。那你早咋不闹呢？你每天都有。早他就一直在住院啊。他没有，他中间不是空1天吗？没事啊，他。我回来不能歇会儿，我都住院之后这么着人。好，你保护他。他犯不上保护他要干这么狠吧？他会觉得你是他的伯乐。喂，其实你有一个很不利的点，溺水。对，溺水那个，包括他为什么要用墨水来藏这个凶器？在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要利用迟发性溺水。对，明确知道这件事情就是陈。如果是我的话，我选择用这个方式杀他，其实是冒双重风险。这个剧组只有我知道我是溺水的那一个，对吧？对，连摸腹肌的人都不知道。但是我并不确定你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啊，对啊，对不对？然后我反倒要用这种延迟性窒息去杀死他的话，对我来说，比你们大家要多一重风险。冒险是吧？合理，多一层，对吧？因为我首先要保证这个剧组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替身。但这件事情也确实目前只有你知道。迟发性溺水这个事情又是真发现，真提醒了他。那其他的人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呢？这个可能大家都能有机会接触，真也是在网上搜的，对吧？你要有强烈杀机的人，我说我在网上搜过了的，就更可能是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替身这回事儿，就是想用这个迟发性溺水伪造一个自然死亡。然后第2点就是，其实我对于演戏最近才有感觉的，并不是那么长的时间去积累的一件，好像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最初盒饭的，只是为了盒饭嘛。然后现在我想要杀他的，其实动机啊什么有，但是并没有那么迫切，一定要把他杀死，因为我并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因为我只不过是吃胖了一点而已。我只不过是这一部戏被改了台词删了戏而已。如果大家都想这么开，就世上没有犯罪这件事了，就是。他的动机其实可以小也可以大，对，因为他这个是这个冲动，他这个药他的肥胖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他会越来越胖，而且他遇到一个伯乐要给他拍大作品做男主，临门一脚被毁了，他不是这个戏抢了1、2句台词的事儿。那么如果第一案是魏的话，那么第二案我比较倾向于选张，选张，因为我觉得张这个角色也是比较冲动的，然后也是比较一根筋的，就从他打麻将什么都能看，这个是跟他的人物性格有关。如果要有一个人和第一案的魏打掩护的话，只能是张，因为首先他们俩都比较热血，另外他们自己还有个101的一个这个约定，而这个约定就算是不能够成功，他们也可以一起来报个仇，或者是把这件事情用他们自己热血的方式表达。他主要是没有动机，他第一案就是因为没有动机，所以他用第一案没有动机去隐藏，他用这个方法来保护魏的话是可以的。往大了说，其实不太成立，因为所谓我们这个伯乐，我又不是什么名导演，因为我没有骗他说我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导演，我那什么，我第一次当导演，我有这个梦想，你有这个梦想，就我们更多是2个年轻人之间的一个彼此鼓励吧。OK， 好，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票了。首先，我们已经非常清晰刚才的这3组人物关系了。我觉得2个漂亮的计谋，一个是你们俩互相啊，你是因为没有动机，你是因为后面你这个是没有时间，在第二案你没有时间，因为你一直在化妆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大身上。大想要保护这个欧的话，也没那么干净。那新的问题是在于他们2个，如果我们延续那个情感的话，他还有可能会为了这样一个情感再做一次极端的事情，且这次的计划比上次完美。但是不可能的点，我刚才听了一点。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他们2个不杀人的理由都非常充分。他可以不用杀人，他只要才华在，只要你们在，他完全可以东山再起。且他并没有拍最后一幕，而他虽然有一个把柄在手里，而且他也尽量把这件事情借用迟发性溺水，借用那个楼梯被那个走廊被遮挡，他做的天衣无缝，但是终归是个雷。我们投票的方式是这样的，根据大家抽到刚才搜证手机的号码，所有人不离开现场，第1号手机的人直接去投票。这次的案件，我愿意相信2个死者是2个凶手所杀。那我现在比较愿意相信第一案的凶手是欧主演，那我们就会觉得有可能是辛和欧，因为辛作为这个蔷薇4季以来的导演，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是他呕心沥血的作品，然后也对他来说有珍贵的意义，所以他很想要用一个完美的方法去保护欧。那大对欧是一片真心，他很有可能愿意保护欧，所以我觉得投一个，第2个想想。投给辛吧。我要拿2个吧，因为2个凶手。对，因为我觉得这一案呢，我比较偏向于是保护，对，不是栽赃。然后在保护的里面，现在有两个组合，一个是辛和欧，然后还有一组呢就是魏和张。因为魏化妆的时间是一个公知信息，是9点半到10点。那其实张
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点去保护魏的。所以我想把我的这2票投给我来啦。好，今天发生了2个案子，我们这个人物关系里面必须保证呢，其中一个人是在第1案没有嫌疑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是在第2案没有嫌疑的。在第1案没有嫌疑的呢，是一个是没有杀人动机的张飙车，还有一个呢是在2楼一直没有出现，他没有动向可能性，就是也不会撞到熊的新导演。那么在第2案没有可能性的呢是欧主演一直在打电话，然后魏助理呢是因为他没有离开过化妆间，那么也就是一对男生张和魏的配合，或者是一对女生辛跟欧的配合。杀掉真的是在第1轮的时候呢，我会更倾向于投魏跟欧他们2个人是嫌疑比较大的啊。哎呀，我觉得会欧在第1轮呢，在我心目中的嫌疑大一点。我先第1轮投的是欧。如果以欧来说，第2轮就会有栽赃跟配合这2个角度，然后比较配合的话，应该是辛导演会跟他配合，然后也有可能栽赃的话，是张飙车突然间疯了，然后他也不管那么多了，然后他就想这么去做。我觉得辛导演这个非常有可能，但是张也是有他冲动点，所以最终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我会觉得投张飙车。张飙车嘛，我也一直没有投过张，我为什么要投张啊？投辛导演的话，我觉得是那个不知道和我的主题是非常对的，但是张飙车也是非常有可能。投辛导演的话，张飙车也是。投辛导演，投张飙车，辛导演，张飙车。我觉得是第1案的凶手其实未必要知道第2案有凶手在帮他，但是其实第2案要想出这个逻辑闭环，所谓的我不可能成为第1案的凶手，你不可能成为第2案的凶手，于是我们混淆作案手法，双凶完美隐藏这个逻辑。那第2案的凶手起码要能观测到第1案的凶手是谁。因为我站在我的角度的这个思考呢，其实也会让我在欧大和欧辛之间有一定的倾向性了。因为同样，大其实他的房间没比我好多少，他应该也是在欧的房间的下一位的，而且大家都是在屋里候场的状态，他能观察到第1案是欧所做的可能性，相对于辛来说也是要低很多，所以我的2票投给欧主演和辛导演。刚才该说的推理已经说完了，但是我始终保持我的想法，我觉得第1个凶手跟第2个凶手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关联，我觉得可以是各自作案，对，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投给其实第1轮比较锁定的是欧跟陈，那么我其实最开始是比较怀疑陈的，但是后来呢，陈的那个角度也比较能说服我，就是必须要确保没有人知道他是替身的情况下，他才会用这个作案手法。那么欧呢，动机就我觉得更迫切一些吧，因为他有非常不愿意他的捆绑的这个针，同时呢还有他的把柄在针的手上。所以呢，其实只要他解决这一切的话，那么他就永远没有后患。那么如果这个定欧的话，那么其实锁第2案的凶手的话，按照现在大家的思路就是保护的思路，那么无非就是我跟大。那么从大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以他跟欧的交情的话，他们俩非常容易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呢形成一套计划。那么其次呢，就是大为了保护欧，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出这种非常感人的举动的。还有就是大确实在这个整体的过程中被甄和这个皮总欺负得很惨。那么从这个角度考虑，我觉得欧跟大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
综合这个考虑吧，我放弃了陈跟张的这个组合，因为我觉得他们俩的这个动机呀，和他们俩的情感呀，以及他们俩的这个所表现出来的迫切性啊，我觉得没有这一组更迫切，所以我今天的投票是欧跟大。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时光机》第一案中，谁是杀害真网红和皮总的真凶呢？今天我们一共投出了4对凶手组合。4对，哇！我们也是尽力了，反正。怎么会有4对呢？锁胸不是就锁了3对吗？还有这么跑偏的？4对凶手组合分别是：欧主演和新导演，欧主演和大演员。哦，还有我呀！欧主演和张飙车。和谁？张。欧和张。咱俩。我搭了他，搭了他。你搭了3对。还有吗？魏助理和张飙车。其中获得1票的凶手组合是欧主演和张飙车。我对，我投的你跟张，再当的话，张飙车也是非常有可能。我就试试投张飙车吧。张飙车是很有嫌疑的，也许。以及欧主演和大演员。各1票啊。其余的票数集中在欧主演和新导演，以及魏助理和张飙车之间。一共7票，去掉了2票。魏助理和张飙车投给了欧主演和新导演，就2票了。欧主演投给了魏助理和张飙车。这么针锋相对吗？荣服装。我想把我的这2票投给魏和张，张保护了魏。投给了魏助理和张飙车。何侦探。我是觉得这2个女孩有她们更想要的，她们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划算，或者是她们稍微有一点理性的话，都不会那么上头。可是张跟魏的这个，他是利用所谓的化妆时间来做一个自然的配合，而魏他说我并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这个延迟性溺水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并不影响他利用这件事情。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话，那就更不会有人知道，所以其实是有可能的。我今天试试2个男生吧，哈哈哈哈。第一案杀掉真的是魏助理，第2案杀掉皮的是张飙车。投给了魏助理和张飙车。我俩的感情这么根深蒂固啊！魏助理和张飙车3票。他们俩进笼子了。进铁笼。天哪！哇，有点东西，朋友们。那他们俩会不会？有可能。那应该成了，应该就他俩。来，紧张，你也跟他拉到一起。如果是你俩，我们俩就把手甩开他们。好。感觉要爆冷啊！结果就是这4个组合全不对，你知不知道？请宣布，魏助理和张飙车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接下来我宣布，
本案检举。失败。啊！难道我猜对了吗？谁呀？有你吗？没我，完全没有。你们俩还是你们俩？就是你跟欧啊？不是啊，我猜对了吧？不可能！我觉得今天的胜利者应该是我，是我。来吧，请宣布。本案真正的凶手是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欧主演服装。哇！荣！和荣，我和荣是怎么回事啊？荣没有任何完全没有人给他们俩票，对吧？100%胜利啊！可是为什么会是荣呢？对呀，你不是完全。我本人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一切都是我做的。可是你第二你没有杀鸡啊。你们，我这时候本地话就出来了，家乡话出来了。天哪！因为你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啊。我是这个剧的死忠粉，我也是这个剧粉，因为你们前4季我都看过，这就是前面几季的，我帮他总结的。听到了刚才的这个录音的对话，在玩偶上。对，我就在他们住的那个酒店门口就喝了很多。当我再有意识的时候，是第2天早上了，然后我是在欧的房间。欧就给我递了一杯蜂蜜水嘛，他说除了爱情，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追求的事情。我非常喜欢欧蔷薇这个角色，但是其实当时真告诉我说，这欧想去跟真炒 CP 嘛，在我心目当中一下子他就变得没有那么高尚了。但是一讨之后，哎，我发现哦，原来她是这样的女生，我又重新对她又改观了。然后也很爱你，就我给你设计非常美的裙子，然后他不喜欢，我还很难过。所以其实你最后会对于总下手，还是因为你不能让他毁了你这个精神偶像。我不可以把这个剧毁掉，明白吗？你居然胜过了我这个动机，这就是大家刚才攻击我的点吗？那你跟皮总你不是不认识他吗？那你怎么弄的呀？是因为什么呢？我不是接到你的剧本吗？昨天晚上，然后接到你的剧本说，我跟魏去敲门，然后呢，欧死了，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呢，紧接着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是让我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去到他的办公室以后呢，他就告诉我说，那个明天你就不用去敲门了，你就直接演替身，欧必须死啊。然后我还在纳闷的时候呢，他就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我就看见桌上的那个单子了啊。然后我听见他在电话里面跟那个人说，我一定要让蔷薇的故事毁在这一集啊。明白，我是绝对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我想问，荣是什么时候知道第一案是欧做的呢？是因为我看到那个单子嘛，上面只写了墨水，对，只写了药水。但是我想起来，我就是当天早上。我看见欧从道具间出来，我就怀疑了。啊天哪！我当他在玩的，我根本不知道是你。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比粉丝更爱他的剧。
祝贺第一案的这个2位凶手逃脱成功，祝贺欧和荣。来，宝子，天哪！谢谢你，就咱俩，谢谢你爱欧蔷薇，天哪！为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有请阿外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祝贺一人可以得到3个侦探徽章，厉害！祝贺！谢谢阿外，谢谢。这凶手逃脱了，是不是？哇，好棒！我还以为我投对了呢，这。那么到底我们关于这样有什么样的思考，又具体有一些什么细节呢？我们待会儿复盘再跟大家分享。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动感地带芒果卡提醒各位侦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有惊喜。谢谢。好嘞，走吧。太呀！厉害！哇！厉害！太厉害了 ！Sorry， 投错了。不是，投错了。没想到比你们的中二还中二。服了，好，服了。当你们一个都没有怀疑我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是有多开心吗？太爽了，你爽翻了！来，快走吧啊！不应该是你们呀！粉丝为了这个戏，不顾一切的代价。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时隔1年，我们再次和各位如期相见。今年来到了大侦探的第10季了，所以我们合议庭也是新年新气象。欢迎首次来到我们大侦探合议庭的新朋友，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马渊杰马法官，欢迎。观众朋友们好，我小齐好。同样，我们欢迎老朋友郭慧法官，欢迎。大家好，孙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沈一飞老师，欢迎沈老师。观众朋友们好，小齐好，法官朋友们好。在过去9期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一个个案件和故事当中找寻真相。大侦探合议庭也一直在推动新时代全民普法教育，奏响网络普法好声音。而新的一季，合议庭将秉持初心，提升普法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来传播法律知识，让法治的力量更加的深入人心。本期合议庭，我们将一同来探讨关于著作权当中的改编权、恶意炒作和亲密关系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1案现在开庭。通过正片，我们也了解到，在短剧《蔷薇的故事》的拍摄片场，皮总和真网红不停地对剧情进行修改，甚至是魔改。而欧主演为了守护欧蔷薇这个角色的内核，防止真曝光自己栽赃继父的往事，毁掉自己的演艺生涯，于是杀死了真网红。而荣服装在次日杀死了皮总。首先，我们有请法官对欧主演和荣服装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在这2个案件中呢，欧主演和荣服装，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犯罪动机，他们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都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他们2位行凶者都是因为这部剧而展开了这一系列的违法的行为。问一下各位，对于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动机，你怎么来看待？在本案当中的这个动机，他对他最后的量刑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还得要综合所有的事实、情节、后果包括这个体现他们的一些主观恶行他们的认罪态度这些来进行综合的评判。我觉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经常这个会以爱之名或者以正义之名去执行一些自己觉得替天行道的事情，但这种行为本身是我们坚决的要抵制、反对，并且要警醒的。即使你是出于好的目的、出于正义的理念，你也不能做这些违法的行为。所谓正义要实现，要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是的。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真网红不仅通过恋爱关系让荣帮助自己运营账号、提升人气，也是为了笼络更多资源，还精心的揣摩女性的心理，在牌局上讨得欢心。对于真网红这种做法，各位有什么看法吗？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要去学会怎么去爱，以及辨别健康的爱。一个健康的爱，它背后一定不是一个交易体系，它一定不是一个互相换取你的利益的这个过程，而是我如何使得你个体变成更好。荣遇到的这个所谓的真网红的爱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不是爱情，更多的是一个交易的套路。所以呢，我也是这几年一直在提醒大家，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套路。是的，刚才沈教授您提到有个词叫健康的爱情关系，那么健康的爱情关系应该是两情相悦、互相提升、互相促进的这么一种关系，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或者索取，也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这样的爱情是畸形的，也是不健康的。各位法官，过去的经历当中有没有了解过一些在这种不健康的亲密关系当中引发的真实的案例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刚才沈教授提到的亲密关系，它严格说呢，它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啊，更多可能是社会学当中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的法律对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对吧？财产处置都会有一系列规则。相反呢，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法律上的规则不是特别明晰，但是法律的在发展呢，也会适应社会生活的实践的需求。去年有一个案例，最后法院就认定了这两个人主观上是有共同生活的这个意愿，客观上也是婚前同居啊，有共同生活的事实。所以我们把虐待罪来界定这个家庭成员关系，用司法裁判的方式肯定了被告人能够构成这个虐待罪当中的这个犯罪主体。最后呢，她的男友也是被法院认定为是构成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啊。所以我们确实觉得，在亲密关系的处理当中呢，每一个人都要保持自己理性的头脑啊，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当你觉得自己被不当的对待，让你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让你的生活很糟糕的时候，请记得就要跳出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的，不要被这个感情所冲昏了头脑，还是先爱自己，之后再理智的对待这份感情。这部《蔷薇的故事》是由真普通的小说《黑暗森林》改编而来的。在这个故事当中，正是因为真网红不顾作品的内涵，随意的修改了剧情，修改了原本里面的人设，才导致了欧主演产生了杀机。这种改编作品的行为的著作权究竟该如何去界定？改编权呢，是著作权人享有的一项财产权啊。根据著作权法规定，改编权呢是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啊。这里我们要注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修改，而是说在原作品的基础上，它创作出了有独创性表达的新的作品。那么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呢，改编权既可以是著作权人本身来享有的，它也可以许可他人来改编自己的作品。我们通常说一些买 IP， 实际上买作品的著作权，其实很重要的要实现它的一项财产权利，就是改编权。要把这个我们的一些小说改编成电影啊、话剧啊等，能够实现我们文学艺术的那种发展。真普通去世前呢，将他的《黑暗森林》的改编权赠予给了新导演。从合同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呢，可以认为新取得了这个《黑暗森林》的改编权，可以利用《黑暗森林》中的独创性表达去创作新的作品，包括将其改编为短剧《蔷薇的故事》。那新为了获得影视拍摄投资呢，将蔷薇的 IP 又转让给了 X 公司。X 公司同样基于合同法律关系，它能够取得蔷薇的改编权。但是后续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皮总呢对这个剧本进行了魔改。这件事情感觉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时候也能够看到，原著作者和影视化的片方之间围绕着剧本的改编啊产生了一些纠纷。这个界限到底该如何去界定呢？著作权法呢有规定，就是著作权人呢是享有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实际上著作权还规定了另外有4项人身权，我们叫著作人身权，比如发表权，我们最熟悉的署名权、修改权，还有就是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这么一个权利。改编权呢，它是原作品的一个延伸。我们在保留原作品核心表达的同时啊，
会在呈现方式还有内容上可以加以创新的。那么实践中呢，出品方就是所谓的购买方哈，有的时候呢会根据市场需求，做出一些与原作品著作权人创作的内容的初衷不一样的改动。如果这种改动损害到了原作品著作权人的那么一个精神利益，那么可能会涉及到侵害原作者的保护完整权的这么一个问题。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魔改这个话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皮总为了改编这个蔷薇的故事的后续剧情呢，在未告知张飙车的情况下，借鉴了他张剧本里面这个屯星101，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该如何的认定？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他借鉴的是思想还是表达？因为我们著作权法保护的是独创性的表达，不是说单纯一个思想啊。如果说皮总只是借鉴了一些思想，比如说故事的主题相同啊，他也没有用到这其中的一些独创性的表达的话，它就不构成我们著作权的侵权。如果用到独创性的表达呢，这里的表达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字上的一些相同，还包括一些人物的设置啊，一些关键情节的设置啊，一些独创性的桥段啊等等。判断的时候呢，要判断2点。首先，哪个剧本是创作在先的？皮总有没有先看到了这个创作在先的这个张的剧本？然后再判断这2个剧本当中构不构成实质性表达的这种相似。从接触加实质性相似的这个著作权侵权的判断规则来看呢，本案当中呢，我们就可以认定皮总是侵犯了张飙车的著作权。需要说明一点呢，张飙车对他剧本享有的著作权呢，从他的作品完成之日就已经产生了啊，不以他是否发表为限。所以呢，皮总如果要用到他剧本里边的一些表达，无论他的剧本是否发表，都要获得他的授权许可。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近现代作品，这本书的可能原作者然后离世了之后，他的这个著作权会不会有一个受到保护的期限？这当然是有的。前段时间，著名作家秦瑶去世，使得他生前呀起诉抄袭他作品的这些事件，再次也被我们大众所记起，关注到。对，有些人就担心，说琼瑶去世以后，是不是有些人会肆无忌惮抄袭他的作品了？这里边我们可以向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普法。即使作者去世，那么他生前的这些作品啊，也是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的。我们有非常完备的法律体系来保护这个著作权。著作权保护的期限呢，是从作者死亡以后的次年的1月1日开始，直到第50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保护期是50年。如果是合作作品，比如几个人一起来创作，那么保护期就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之后第50年的12月31号。这期间，任何未经授权的使用都可能构成侵权。在保护期过后，作品将允许公众自由使用和传播，以此来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但是魔改也是有限度的。明白。他一定要遵守着社会的准则、社会的公德、认知这样的内容。是的，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流行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叫做同人文学。读者基于对于书中或者影视作品当中人物和内容的喜爱，使用作品当中的人物进行了一些2次创作。所以问一下各位老师怎么来看待这样的2次创作？这里呢有2种不同的同人文学，一种同人文学呢是用了影视剧里面的这些人物来进一步的发展，还有一种呢，同人文学用的是明星的这样的名字来创造。一开始对这种同人文学会觉得可能侵犯对方的肖像权、姓名权，改编了别人的作品。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会发现有的时候它传播也没那么广，它真的就是自己的一个爱好，表达对这个人的喜欢。在这种复杂的场景里面，法律在判断同人这种文学的违法，这些边界是怎么考量的？一般的就是纯粹从写作的兴趣爱好，不是用于商业目的，而且也如实署名的同人创作，在法律上我们也不会认定它构成侵权的啊。但是如果通过同人文学获取了经济利益，这个那就很有可能会构成对原著作权人的侵权。如果我没有获得商业利益，但是呢，我写明星的这个事儿跟明星自己本身在公共的形象里面可能是不一致的，
或者甚至明星自己都觉得可能这个影响了我本身的形象。明星能做什么？我们喜欢他的这些粉丝又能做什么？像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简单的，像马法官刚才所提到的，不涉及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像这种情况虽然不涉及经济利益，但是明星饰演这个人物，可能大家会把他们深度绑定。这个时候如果进行了魔改，对他们的名誉权、肖像名誉权已经造成了损害，这些被侵害的演员是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的。所以我们在自己想要创作的过程中，这个行为的边界里一定要注意，不要在无意中就触犯了法律的这些条件，尤其是涉及到真人的名字，涉及到那些非常高度大家被认可的形象，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刚刚探讨的是关于真人，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角色，比如说《神雕侠侣》，如果我拿过来自己再创作一下，我会有问题吗？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案子，在2016年的时候啊，金庸先生就起诉了某小说，对自己的作品构成了侵权。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就认为这个同人魔改小说在故事情节表达上，虽然说与原著不构成实质性的相似，但是整体而言，无论是在角色的名称啊、性格特征啊、人物关系啊，跟原著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么当然就依法就构成了侵权行为。法院在判定作者承担侵权责任的时候呢，要求这个作者呀给予金庸先生一定的经济赔偿，但是呢没有要求销毁该作品，还是充分认可了同人作品这么一个创新的价值。同时呢，法院也要求啊，如果这个同人作品再版的话，需要有一定比例的版税收入，作为补偿给予原作者。对，明白。在这一次的案件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人试图利用网络的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说，故事里的真网红为了给自己引流，故意拍摄自己和欧主演借位亲密的一些画面，在网上进行炒作。怎么来看待这样恶意炒作的现象？像本案当中这种通过制造借位的亲密的画面，实际上会侵犯到明星的这个肖像权名誉权，还有隐私权等等权利。民事主体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和1165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仅可以主张直接的经济损失，还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于编造散布谣言的往往会承担这个行政责任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刑事责任可能涉及到比如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等。对于在网络上利用一些信息夸大其词、编造虚假，甚至于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还会被以寻衅滋事罪来对其定罪处罚。还有一点呢，就是网络平台它如果发现了这种恶意炒作，它没有及时制止，也会要求网络平台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每一个人都要在网络空间当中遵守相应的法律规则，规范自己的言行。但其实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营销号带节奏，原本这个事件讲清楚需要10分钟，就剪2分钟，然后散播出去，大家就很容易被煽动，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就停留在这2分钟当中，也看不清事件的全貌。对于这样的现象，那沈老师会怎么来看呢？饭圈里面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营销号和水军的存在。营销号本身它是以流量为生存之道的，所以它会有一种主动去找能够激起人们一般的这种情感的，甚至是极端情感的选择性的事实。而且常常在做的时候不是一个营销号在做，它是个矩阵，就互相转发，互相添油加醋，加重它权重，最后大家都看到了他完成了他的KPI 的考核。可是对我们来讲，以为自己站在正义的立场去讥笑别人、批判别人，我们忘掉了可能我们获得的那些信息就已经是被剪辑过的、被选择性的。在今天的一个互联网时代，对于这种营销号、对于水军，国家最近这几年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增加了监管的力度。在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打击那些引发恶意炒作、挑起恶意炒作的那些公号。在这之后呢，就是对这个 APP 还有运营这些号的这些 MCN 公司，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管，同时呢，要追究他们相应的行政甚至是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可以说是三管齐下，
任何一个清朗的世界都不是说单独的有某一股力量或者某一个措施就能够实现的。是的。今天的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而在流量时代呢，很多人会被争名逐利的洪流所裹挟，一昧的迎合受众，唯利是图，失去了自己的底线。但也会有人坚守初心，履行文艺创作的神圣使命，执文艺之笔，绘世界之诗意。真正的强者总是能够保持独立的思考，不随波逐流，怀着对真善美的坚定追求，活出精彩的人生。在这里也和屏幕前的各位以此共勉。再次谢谢两位法官和沈老师今天围绕这些话题对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本期大侦探合议庭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在今天感受最深的啊，就是这个影视行业，然后包括艺人和粉丝之间的一些现在流行的一些梗。但是我觉得这些呢，其实有的时候跟生活有些像，有的时候又有一些过于夸张。欧蔷薇这个人物，他所传递的那个力量，感染到了一个20岁的荣服装，看着他的这个心目当中的力量的榜样偶像，一步一步怎么在剧里面，怎么通过一切的磨难，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就。无人看这个人物中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波折，但是总体来说，我还是愿意用幸福的角度去看待它。我觉得有一个奋斗的目标是很美好的，所以人嘛，也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还是要大胆的向前看的。就我觉得人心里有一个坚持，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事情。对于新导演和无人看来说，友情在他心目中看得非常非常的珍贵和重要。我觉得这个对于人生来说，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剖开现象看本质，我觉得每个行业里面都有兢兢业业，对这个行业保持热爱的人。那我也觉得有很多默默付出，愿意不计名利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我觉得我们都有时候时间久了都在追逐，或者说去定义，什么叫一个真正的荣誉？一个人物形象，他从写出来到被表演出来，最后再到被人记住，他对别人的意义跟重要性未必会弱于你。他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并且明白了身边的一些事儿的时候，他爆发出来的不是怯懦，然后也不是向现实低头，而爆发出了巨大的勇气。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忘了自己，就算再微弱，就算再渺小，我们也有属于自己很渺小的光。那这束光也许真的能照亮到，哪怕是一个人，能给他的生活带去一些小一点的是快乐，是情绪价值；再大一点的，也许是一些价值观上的改变；更大一点的是，会不会对他的人生造成一个更大的转折。每个行业最后的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想要成功，其实一定是需要机会的。可是更重要的其实是你一定要很明确的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且很努力的去追求它。我觉得只要是生活之中能够感受到正向的爱与正向的能量，无论做什么都是一样的啊。无论今天您是盖了个大厦，您是全世界首富，还是今天你在超话里做了一件好事儿，让一些人开心，都是不分大小的。当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可以去的时候，你是会带有能量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成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但我是不是每天很有能量的去奔着我想奔着地方去，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醒图。